我明明是被天雷劈中，晕在自家仓库，这是哪儿？我穿进一个野史都嫌短命的王朝，大庸成了尚书府一个没人要的庶女，原主被家族当成弃妇，替嫡姐嫁进摇摇欲坠的万永侯府，嫁给满城皆知的混世魔王傅燕婷。今天大庸5年2月初3，傅家满门抄斩的前一夜，10天后，都城天降火石，整座皇城一夜成灰。傅大哥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快进洞房歇着吧。你就是楚晨怡。大婚折腾一天，饿了吧？给你的。传闻里那个嗜血暴虐的混世魔王，洞房花烛夜给我递烧鹅。我问你，今天是不是大庸5年2月初3？正是你我大婚之日。放心，你既嫁了我，这辈子我护你安稳。喝口酒，压压惊。明天2月赐死，傅家满门抄斩，我只剩这一夜。怎么，烧鹅不合胃口？不合口，我再去后厨给你拿几份红烧狮子手。你等等，别走。时辰尚早，不急着洞房。还洞房？明天全家都要人头落地，命都没了。傅燕婷，你认真听我说，我出嫁前在楚府偷听到我爹密谈，明天一早皇上就会下旨将你们傅家满门抄斩。我傅家世代忠烈，为国戍边，你说皇上要斩我满门，可有凭据？昨日进宫的樊国使臣是假的，他带密信污蔑你们傅家通敌叛国。昨日的樊国使臣就是他，一夜之后傅家尽数覆灭。完全没想到，这位传闻保虐的混世魔王，居然毫不犹豫信了我的一面之词。傅燕婷果然绝非寻常人。听闻傅夫人是都城富商嫡女，嫁妆富可敌国，可惜明日就要化为乌有。要是我有储物空间就好了，天灾来临前就能把这些宝贝全部囤下。我靠！我的家，我居然把自己的房子穿成随身空间了！啊，太好了！天火、干旱、地震接踵而至，有这些物资，起码能撑过最艰难的时期。升级中，剩余1小时，第4层空间解锁完成。我靠，我的空间还能无限升级！大嫂，你昨夜所言当真？真是皇上和奸臣合谋，要灭我傅家满门？千真万确，
一夜之后，大祸临头。娘，怎么办？我们真的要大难临头了！难怪皇上就急召你大哥二哥从边关回京，还不许携带一兵一卒，又偏偏此时赐婚困住燕庭，这根本就是瓮中捉鳖的毒计。狗皇帝忘恩负义，我傅家世代戍燕误国，他却恩将仇报，不如我们反了！反不得，我傅家精锐全军远在千里漠北，城内无兵无权，贸然起事，只会全员送死。好，我们必须在天亮，皇上动手之前，全员撤离都城。10日之后，都城天降火石，方圆100里尽毁。随后大旱蔓延20余州，3月之内，大地震席卷全国，整个大雍，唯有往北走，才有一线生机。我们先北上避祸，日后再寻机会与漠北大军会合。我娘子说的没错，即刻准备撤离。樊国使臣为假，通敌罪名是虚，皇上必杀我傅家灭口。今夜便是我们唯一的逃生时机。狗皇帝如此不忍，我即刻进宫斩了这昏君。二哥，我与你同去。不行，老二，即刻管控侯府上下，不许任何人私自外出。老大，抓紧清点家中财物，轻装筹备。夫人老三，带领心腹收拾细软物资，在留人带我们走后遣散所有仆佣。是。将门世家果然不凡，大祸临头还这么冷静果断，这群队友太靠谱了。我的天，足足万斤黄金，这妥妥的顶级豪门家底，绝不能留给昏君奸臣。家底再厚，连夜撤离也带不走分毫，最后只会白白便宜狗皇帝。未必，傅燕婷，我有办法带走所有财物，分毫不留，只是不知你敢不敢信我？你我是结发夫妻，我信你。此处是何地？我是穿越者，这是我的随身空间，可连通现代与古代。好，太好了！有此逆天神器，别说区区侯府库房，就算是整座都城宝库，我们也能尽数搬空。这傅燕婷的脑回路果然与众不同。如何将财物搬入此处？不止司库，府中各院的瓷器、字画、摆件、被褥、衣物全部带走，一分好处都不留给昏君。第4层空间升级完成。太贴心了，有了保鲜空间，天灾乱世的食物难题彻底解决。剩余48小时，第5层空间解锁。府中所有存粮都在此处，全部带走，一粒不留。啊，还能再装？空间充足，只管囤货。
国库空虚，无货可办。但万丞相、刘太傅、楚尚书这些构陷我傅家鱼肉百姓的贪官腐业，值得一扫而空。没问题，连夜扫荡，绝不留情。楚尚书是你生父袁家，你当真下得下手？我不是袁申，且楚府从未待我有恩，欺辱虐待，弃女替嫁，血海深仇，不共戴天，搬空他们都是轻的。留个念想，送楚尚书一份大礼。何人胆大妄为，私闯官府？快走，下一站皇宫，给狗皇帝送一份天大的惊喜。正合我意，御膳房、太医院全部搬空。燕婷，府中财物被褥尽数消失，是你所为？娘放心，我已妥善藏匿，待我们安稳落脚，便取回使用。瓮厨干粮也尽数不见，我们路上如何充饥？我与大哥早已备好干粮，存放于马车之中，足够路上使用。余下杂物想来是下人趁乱取走，不必在意。不好，叶婷，小白进上。来，吃点。吃点。启禀丞相，傅府上上下下空无一人，所有房间财物、被褥、字画尽数消失。库房，他们定然带不走库房金银，速去查库房。丞相，库房粮仓尽数清空，一文钱、一粒米都未曾留下。追！立刻派人追击，务必将傅家众人抓回。老爷，粮仓也空了，您珍藏的血燕全部不见。
下，昨夜宫中守卫尽数昏迷，御膳房、太医院库房全部被搬空，物资珍宝一无所剩。该死！皇宫戒备森严，何人如此大胆，竟敢盗走朕的御用物件、宫中物资？一群废物，统统是废物！皇上，朕闻到怪味了。还不快去查！3日之内务必查出歹人！启禀陛下，万丞相传来急报，傅家全人连夜出逃，侯府被搬空，寸物未剩。追！立刻派兵追击，务必将傅家众人碎尸万段！天黑之前能赶到占阳县吗？无碍，天黑前可入城。占阳县物产丰饶，远离都城天火范围，是我们最佳落脚地。给解渴的快乐水。还有没有？这味道绝佳。这是我的，没了。有追兵，有数百追兵，正在火速追来。还没有数百人马，硬拼必然负伤，不能轻敌。第5层空间升级完成，武器库解锁。丞相有令，不留活口。那马车中小娘子生擒活捉。将军，稳住马车！快走！你方才所用，究竟是何等神兵利器？就是步枪，用火药做成的武器。火药你懂不懂？教我。行，等到了占阳县我就教你。绝佳队友，聪明沉稳，懂事靠谱，风趣不拖后腿，颜值还顶尖，妥妥的理想型啊！自家娘子聪慧果胆，伶俐通透，还不娇气，最难得是胃口好，能吃是福，慎重。以后孩子不如就叫傅吃吃，乖巧讨喜。这逃亡赶路而已，他怎么这般开心？还有10天，空间升级时长逐次叠加，规律越发清晰。若是能解锁农场，往后天灾乱世，粮食便能彻底自给自足。
个小姑娘。姑娘，你怎么了？这位姑娘，你没事吧？你们是外乡人吧？快离开这里！这个村子不能待。为什么不能待？离村子数里的占阳县，县令姓陈，背靠朝中显贵，仗着上头的靠山，在这一带横行霸道，苛待乡里百姓。他常年强抢各村粮食，还肆意欺凌村中女子，不管是已婚还是未婚，只要被他看中，就会被官兵强行掳入县衙，美名其曰招工，实则囚禁后院，供他玩乐。姑娘，你的家人呢？1年前，我妈被他的人掳进县衙，3个月后就被人用草席裹着尸体丢在后山。我爹上门讨要说法，被打断双腿，好不容易存活，他又派人抓我。我爹和大哥哥拼死阻拦，被乱棍打死，我侥幸逃出来，才躲在这里。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竟有如此恶棍！上梁不正下梁歪，昏君当朝，朝堂上下都是祸害。速速离去，寻一处安全之地安身。那占阳县陈县令苛征收粮，逼迫百姓苛捐杂税，肆意欺压，简直无法无天。我们如今身在逃难，不宜张扬惹事。既然当地有规矩，便取一袋米交付，息事宁人。去吧，取一袋米交给他们。侯爷，我们随身粮日本就不多，经不起这般损耗。粮呢？速速交出来！交粮？交什么粮？此乃占阳县定例，县内10余村落，每月每户需上交10担粮食，不得有误。我们初来此地，尚未耕种，家中无粮可交。无粮亦可，家中有女子，便可抵粮。想要女子，可去青楼瑶寨，此处没有。无粮无人，便随我们回县衙，杖责30，寻常农户无人能扛，你们自己掂量。想要女子，好啊，我跟你们走。大嫂，官爷，我们一家逃难多日，饥寒交迫，若是随你们前往，可否赏一口吃食？这小美人容貌出众，县令定然喜欢。她家人多少，一并带回县衙，必有重赏。速速带走，莫要耽搁。可行，随我们回府，管你们食宿。大哥大嫂，你们这是何意？这群官兵绝非善类。老爷，属下寻得一位绝色美人，只是她带着一家老小，想要在府中蹭食暂住。愣着做甚？速速将人带进来！姑娘一行人可是从北边逃难而来？回大人，正是。来人，速速备好美酒佳肴，宽待贵客。是老爷。陈老爷倒是好客，还特地为我们加料。诸位一路奔波劳累，快快用餐，不必客气。嫂嫂，我们速速行动，莫要耽搁。好。看来粮仓就在这里。
坐拥米山面山，日日观赏。这癖好也是极致贪婪。还有金山，这一趟算是满载而归，不虚此行。此人极度吝啬，将毕生搜刮的民脂民膏尽数换成金砖，藏于此地，只为独自观赏。守着金山作恶一方，今日便是他的报应。速速动身，拖延日久，恐有追兵赶来。侯爷与夫人那边收拾妥当了，早已备好。三妹还搜罗了不少吃食，足够赶路所需。离开都城已3日，仅需7日便会天降火石，届时天灾降临，都城大乱，追兵自顾不暇。只要熬过7日，便可彻底摆脱追杀，安心北上避难。这是什么？被子，盖着暖和，抵御寒凉。被子上是什么图案？就是寻常小人图画，消遣之物。小人图，衣衫不整，袒胸露腹，分明是春宫图。没想到楚小姐还有这般喜好。这不是春宫图，只是普通漫画图案。衣衫不整，体态张扬，有何区别？我盖什么被子，与你无关。与你无关。你我已然拜堂成亲，你是我傅衍庭的娘子，你的一切皆与我有关。好在定制了20床同款4件套，丢1床无关紧要。奈何这位大将军醋意滔天。你生气了？没有，丢了便丢了。罢了，你若果真喜欢这类图画，日后我买来便是。只不过画中人物平庸至极，远不如我好看，何必偏爱外物？别闷着了，吃点糕点。你何时藏的？方才在陈府顺手取的，都给你吃，莫要再生气。抵达梦如县后，我寻娘借针线帮你缝补被子，保证复原如初。臣服，臣服！大人，你醒了，您可还好？我头为何这般剧痛？昨夜发生了何事？大人，昨夜那伙外乡人给我们下了迷药，全员中招昏迷。来人，速速去后院查看库房、粮仓。大人，不好了！粮仓、库房尽数空空如也，1粒米、1块金砖都没剩下。不可能，他们区数人，一夜之间怎会搬空我毕生积蓄？我的金山，我的米山，我的积蓄啊！大人，事已至此，速速派兵追击，或许还能追回财物。对，追，全力追击！傅侯爷，尔等逆贼，速速束手就擒！尔等是何人？为何围困我府邸？
停！醒了。你这是为何衣衫不整？昨夜你睡着之后，一直寒冷，所以你就解开衣服抱着我睡。你那被子中看不中用，保暖不及我半分。与其受冻，不如近身取暖。那被子印有陌生男子样貌，刺眼碍眼，绝不能让他贴身盖着。其实我夜半便悄悄收了起来。你倒是睡得安稳，夜半手脚不老实，频频往我怀里钻，还扯我衣襟。我本想恪守礼节，奈何娘子太过主动。罢了，你我本是夫妻，无需计较。给你的。这铜镜你又是何时顺来的？那日抄楚府，见它雕花精致，质质上当，便随手收了，方便你随身携带梳妆。你倒是细心，什么好东西都藏着。仅此一件，别无他物。大少爷、大少奶奶，孟如仙到了。这般山水胜景，宛若名画《千里江山图》实景现世。可惜乱世将至，万物皆会倾覆。此地和占阳县不同，无湖泊水源，全径依山而生，但山林广袤，草药、野物资源丰富。等我们安顿好，便可去镇上集市，采购物资，置办种子。用不了多久，这片青山绿水便会遭遇地震、干旱肆虐，彻底沦为废墟。天在乱世之中，人如沙盘细沙，渺小脆弱，不堪一击。青儿本姓张，自幼生长于此山，家中生女众多，幼时被爹娘卖掉，辗转被人牙子带往都城，卖给傅夫人做贴身丫鬟。离家多年，家人早已以为她沦落青楼，从未打探过问。爹娘，我回来了！爹娘，我回来了！谁回来了？娘，是我，青儿。你是青儿，我的青儿。娘，我还活着。我当年被卖到都城，在一户商户家中做丫鬟。这些便是我侍奉的东家老爷夫人。一行人赶路途经此处，想要在家中借住几日。老爷夫人怎会远道来我们这山野小村？我们一家人远赴远方探亲，路途遥远，特此来贵府借住几日，叨扰老人家了。原来是这样，借住自然可以，只是寒舍简陋，怕委屈了各位贵人。老人家不必客气，乱世漂泊，有一处安身之所已是万幸，我们绝不嫌弃。青儿娘共育4女，5子嗣。青儿父亲重男轻女，在青儿10岁时偷偷将她卖掉，用卖女儿的钱财建起这间青砖瓦夫，后多年无子。青儿父亲抛妻弃女，入赘县城白家，一心求子，成婚10余载，依旧子嗣全无。来，快来吃。方才我去镇上集市，顺手买了些米面活鸡，今日正好改善伙食。老人家独自一人守着空宅度日，实在不易。青儿父亲当真心狠至极，不必忧心。若是青儿愿意，往后便让她留在家中侍奉母亲，尽一份孝心，我们多帮衬几分便是。
陈音，一路逃亡辛苦，委屈你了，娘帮你铺床收拾。娘，不用麻烦您，我自己来就好。陈音，逃亡的日子清贫辛苦，比不得尚书府安稳，你多担待些，等我们抵达漠北，一切便会安稳顺遂。娘，我没关系，我在楚尚书府的日子从来都不算好过。难怪楚尚书明知皇上要降罪傅家，还执意将你嫁过来，分明是将你推入玄境。这等凉薄父亲，不认也罢。从今往后，你便是我们的亲闺女，有我们在，绝不让你再受半点委屈。娘。嫂嫂，快来吃果子，我和二哥刚上山采摘的，清甜可口。三妹，这果子味道极好，你们在哪里摘的？后山山林里，不止野果，我们还看到了野鸡、野猪。今晚咱们有野味加餐。傅家全员皆是能人，人人靠谱，各司其职。侯爷沉稳善谋，夫人细致周全，燕婷智勇双全，二弟精通野外生存，三妹勇猛果敢，一家人同心同德，乱世之中能得这般家人相助，何其有幸！大雍朝数年之后便会沦为荒漠，天灾无情，命运难测，唯有囤积足够物资，才能在乱世之中守住生机，护得一家人安稳。老板，这些我都要了。副将军，这白家米铺会不会就是青儿父亲入赘的那户白家？是否是那户白家暂且未知，但这大米定然有问题。你有问题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好好的米怎么掺着白灰？不是白灰，是白砂和石灰，刻意掺在米中增重牟利，将白砂石灰混入大米，假水伪装优质新米售卖。这白家掌柜当真黑心歹毒。本以为掺假牟利是现代乱象，没想到古代也有这般恶毒商户，长期使用掺沙掺灰的大米，难怪乱世频发，皆因人心贪婪险恶。你们店内香米售价以何？客官好眼力，这是本店顶级香米，品质纯正最优，15两银子一斗。15两一斗，价格竟是都城米价的2倍，这般暴利敛财，简直丧心病狂。老爷，您来了。老爷，那张氏夫人说什么都不肯搬离老宅，不搬也得搬。那宅子是我亲手所建，让他白住多年，还敢赖着不走？老爷，他好歹是您的原配旧人，您何苦赶尽杀绝？区区下人也敢对我的事指手画脚，滚！客官，这米您二位还要买吗？方才那位，便是你们白家掌柜。正是我家掌柜，他本姓张，早年只是普通农户伙计，后来入赘白家。白老爷过世后，便接手掌管了整个白家产业。原来这黑心掌柜就是抛妻弃女的青儿父亲，他竟还要驱赶独居的结发妻子，这般绝情寡义、黑心敛财之人，家中必定囤积了无数粮食金银。你们店里的米，我要50斗。50斗？客官您当真要这么多？没错，
不过这种掺假碎米我不要，我要你们店内最优的上等香米。明白明白，客官稍等，我即刻进去禀报掌柜。你明知他的米掺假，为何还要大批量购买？想要钓鱼，必先放饵，不急，等着便是。听闻二位客官要购置50斗上等香米，正是，我们要远赴他乡探亲，听闻此处米质优良，特意多采购一些带走。原来是这样，客官大手笔，我自然给您优惠。只是如今粮价紧缺，实在不能过低。一共700两银子，已是最优底价。这是定金，2日之后我们前来取米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即刻让人筹备，2日之后必定备好上等精米。掌柜的务必记好，2日之后我必须见到足额上等香米。客官放心，绝不误事。再乱看，我便挖掉你的狗眼。这2处位置偏僻，四通八达，便于运输寝藏，大概率是白家的粮仓与库房所在地。我们今夜先查库房，明日再端粮仓，规避风险，不露破绽。好，都听你的。傅燕婷心思缜密，布局周全，当真靠谱。这般狡猾的奸商，果然会分多处擒藏物资，防偷防盗，以次充好。此前我们在宫中也收缴了不少药材，你为何还要大量囤积？前路未知，乱世难测，多囤物资有备无患。药材永远不嫌多，早晚能用得上。你懂医术？我会一些医术。我精通西医外科，曾是顶尖医院最年轻的不外科医生，大小手术皆能熟练应对。中医虽不算精通，但寻常病境均可诊治。乱世之中，医术将是最大的底气。咱们燕婷如今越来越懂得疼人了。随我，天生懂得疼惜自家夫人。老不知羞。大哥和嫂嫂当真般配。那是自然，我大哥嫂嫂皆是人中龙凤。我去引开守卫，你趁机开锁，进入米仓搬货。好。难怪铺子里尽是劣质假米，原来真正的好米全都藏在这里私囤牟利。结束搬空了。放心，一粒不剩。此处只是白家普通米仓，真正囤积金银物资的核心库房还在前方。我们继续行动。你们是谁？竟敢深夜擅闯白家禁地！不愧是少年将军，真是所向披靡。
小心，前面有机关。不过是些假把式，进去吧。一介市井商贩，库房防盗机关所去层层设防，戒备森严，防盗意识竟远超皇宫，可见其积攒家财无数。昔日见过金山、米山囤积盛景，如今这连绵银山更胜一筹。张掌柜坐拥万贯家财，却依旧贪心不足，以次充好，掺沙卖米，压榨百姓，人心贪欲，永远无法填满。全部收拾完毕，我们走。我在军中迷烟配方中稍加改良，去除异味，隐匿烟气，药效温和雄浓。府中之人吸入后，便会沉沉昏睡，毫无知觉。这些也拿走，皆是名家真迹，价值不菲。这些是黄花梨实木打造，耐用珍贵，一并带走。我的烟壶，我的字画，我的梨花木贵妃椅，我的衣服全都没了！老爷，不好了，府里遭贼了，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都不见了！老爷，家里进贼了，珠宝、衣物、细软全都没了。老爷，后院囤积的粮食也没了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活呀？别急，库房还有大量银两，我们去取出来便可。家中损失惨重，这贼能抓到吗？我早已派人四处追查，暂时还没有踪迹。连一个贼都抓不到，你真是没用！你有用你去抓！一夜之间，搬空整座府邸、库房、商铺，这根本不是普通盗贼，是大罗神仙所为！都怪你！平日里作恶多端，坑害百姓，抛妻弃女，如今都是报应。你也好不到哪里去，府中多少丫鬟被你无故打死，你手上的人命还少吗？不好了，后山库房彻底空了。老爷，米仓被搬空，所有储米尽数失窃。老爷，沿街所有商铺货品库存全部清零。老爷，后院饲养的马匹也全都不见了。老爷！整整数个时辰，他竟始终保持一个姿势，一动不动，定力极佳。你
醒了。你继续睡，我出去帮忙干活。陈音，快来喝汤。娘问你，昨夜燕婷她有没有欺负你？没有呀，娘，她没有欺负我。您怎么这么问？我这儿子从小莽撞，做事不知轻重，我就怕他不小心伤到你。娘您放心，他欺负不到我。夫人，您多虑了。大少爷对少夫人言听计从，分寸拿捏得极好。你不懂他的性子，他那身子骨真折腾起来，我家陈云哪里受得了？陈音，这个是不是你的？这是何物？是我的。方才你下床的时候，这东西掉在地上了。这是我昨日在集市买的，是用来绑腰腹的束带。少奶奶，你弄错了，这是裹胸的物件。我和夫人以前在关外见过类似的，只是没有这般精致宽大。我们早年在关外结识过外地女子，她们的贴身衣物与这个相似，只是样式不同，并非束腰物质。想来你是被店家误导了。原来是这样，看来是我买错了。你放心，燕婷从未见过这些物件，看不明白的，我们就当未曾看见，不打趣你。多谢娘体谅。空间物资充足，功能齐全，是乱世之中最好的避风港。唯一受限便是每次仅能停留半个时辰。第6层空间升级完成，原定10日才能完成的升级，2日便提前解锁。究竟是触发了什么特殊条件？都是真的。有了这套医疗设备，古代诸多疑难杂症、外伤急症皆可救治，应对天灾逃荒、乱世伤病，便是最大的底气。精细缝合、医美整形皆可操作，后续还能为众人调理伤势、修整疤痕。第7层空间升级开启，剩余升级时长60天。空间层级越高，升级周期越长。可第6层为何能提前完成升级？是触碰特殊物件，还是触发了专属行为？走吧，去白家米铺。好，天色尚早，我们即刻动身。客官，您昨日说好明日取米，今日怎提早来了？家中急用，今日先取10斗上等香米。客官见谅，如今铺中存量紧缺，实在拿不出10斗精米，可否宽限1日？你白家是梦如县最大米商，怎会缺10斗大米？莫非是故意推脱，不愿履约？还是说，你如今手中根本没有半点优质精米，只剩这些掺沙害人的假米？客官说笑了，本店售卖皆是上等香米，绝无掺假。既然如此，即刻交付我预定的50斗上等香米。客官，当真拿不出50斗精米，5米交付，便退还我先前支付的20两定金。怎么，连20两银子都拿不出？有银子，
只是手头不便，可否宽限几日？白府昨夜被盗之事早已传遍全县，你家财尽失，库房清空，哪里还有银子周传？既然无米无银，便用你白府宅子抵高20两定金，此事一笔勾销。白府宅子价值至少200两，你这是强人所谈。如今全城皆知白府闹邪祟，无人敢接手购置，我是唯一愿意接手之人。要么今日还我20两银子，要么签字过户宅子，你自行抉择。如今身无分文，官司缠身，一旦被揭发卖假米牟利，必定性命难保。好，宅子可以抵给你，但那50斗米的约定就此作废。白家前2年为做生意抵押了所有庄子，如今为填窟窿变卖米铺，家徒四壁，无米通锅，根本无力偿还20两欠款，更怕卖假米之事被报官追责，落得性命不保的下场。那好，张掌柜，去拿房契来吧。好的，客官你先等等。昔日富商失了钱财，便如拔了牙的困兽，任人拿捏。这是房契，客官收好。那好，你们快些收拾东西，我们明天就搬进去。是客官。张掌柜为钱财卖女抵债，私抵祖宅。不过2日，昔日富庶白家便彻底分崩离析，彻底败落。怎么是你？那个农妇居然住进了我们的宅子！不，张掌柜，忘记跟你说了，青儿和青儿娘是我们家的人，当然也住在这里。还有，你不是想要回青儿娘的宅子吗？那宅子就送给你了，你快带着你的妻儿去住吧。都是你愚蠢贪心，自作自受，这现在该怎么办啊？自此，张掌柜一病不起，妻儿冷眼旁观，任由他自生自灭。未等天灾降临，便早早殒命，恶有恶报。距都城火石灾疫仅剩5日，大火过后全境大旱。1月后，梦如县将爆发特大地震，波及20余县，必须提前囤足物资，撤离险地，前往北方禹州避难。比邻的青然县富庶繁华，盛产金矿，适合先行前往囤货筹备。看来得次日前往青然县囤货了。大哥，你快点，嫂嫂要走远了。这个再给我拿2斤。大哥，你买这么多桃子干什么？你嫂嫂喜欢吃桃。少了，再来10斤，我嫂嫂喜欢吃。你买这么多干什么？我嫂嫂喜欢吃。嫂嫂，你等等我。怎么一会儿就买了这么多东西？来，我也提一些。不用了，我来提。傅江红性情飒爽，不爱红妆，偏爱兵器，性子纯粹直白。傅家上下人人和睦，真心待我，无半分世家矫揉习气，真好。这个送你。嫂嫂，这个你是从哪里来的？方才你们买果子的时候，我路过旁边的兵器行，顺手手入的物件。多谢嫂嫂。
姑娘，我们这里卖的都是兵器，你别走错了地方。掌柜的，我就是来买兵器。姑娘，我们这里的兵器可都不便宜，单单是一柄长枪就要得20两银子，你能出得起吗？掌柜的，你兵器行里所有的兵器我都要。都要了，姑娘，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。掌柜的，50两金子够不够？够，绝对够。姑娘当真要把店里所有兵器全部买下？都买了。好，我立马给您全部打包装好。够了，你们这铺子也没什么能卖的。嘿嘿，姑娘慢走。天灾将至，乱世人心险恶，穷山恶水多歹人。寻常物资可保文保，唯有兵器能护性命。囤积海量武器，方能护全家安稳周全。始终无法破解空间加速升级的触发条件，无说明书指引，只能慢慢摸索。嫂嫂，你方才去哪里了？我的玉佩不小心掉在了刚才回来的路上，所以特地回去寻了一下。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你被丞相的人抓走了。丞相的人来了，是你大姐楚江月跟着万丞相家的大公子来到了青阳县。他们为什么会来这里？楚府与丞相府库房接连失窃，家财亏空严重，无力筹办婚事。二人早已私下厮守，此番前来，目标大概率是本地南山金矿。原主嫡姐楚江月自幼受尽宠爱，性情自私跋扈，常年欺凌庶妹原主，曾用烧通火拳在原主身上烫出巴掌大伤疤，恶行累累。没想到在青阳镇偶遇故人，倒是省得我四处寻觅。看来丞相府和楚府已经落魄到需要挖金矿度日了。哼，想要挖金矿，他们真是异想天开。万丞相敢派嫡子牵制，必然是已经锁定金矿确切位置，有十足把握。那我们便紧随其后，找到金矿入口，先行一步动手，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没错，我们先行一步进山，抢占先机。等万丞相一行人兴冲冲进山，扑空而归，他想靠这座金矿逆风翻盘的美梦，彻底沦为泡影。说的没错，这盘棋我们稳赢。大哥嫂嫂，你们到底在打什么阿弥？什么先行一步？你们偷偷商量什么大事呢？三妹，这些你不必深究，安心跟着我们就好，有我和你嫂嫂在，保你平安。行，我都听你们的。大哥，你向来行事大胆张扬，杀伐果断，我不管你怎么折腾，但千万别把嫂嫂牵扯进来。嫂嫂是娇养温柔的大家闺秀，性子软，可经不起你那些冒险折腾。那些盗匪实在狠毒，竟连我的嫁妆一并洗劫一空。如今我一无所有，什么都不剩了。楚府一夜惨遭洗劫，我现在连一件像样的配饰都拿不出手。从前我百般鄙夷庶妹楚晨音，嘲讽她出身卑贱，只配粗衣麻布，如今竟也得同样窘迫境地。莫难过，明日进山拿下那座金矿，你想要多少金银便有多少，届时为你筑一座金屋，让你终生荣华。风狼，天底下也就你真心待我最好。你是我的夫人，我自然真心待你。3年前，若不是你跳入河中救我性命，我早已葬身护城河水，根本没有今日的我。3年前，都城郊外护城河边有人落水呼救，是楚晨音心生猎色，纵身跳河救人。我得知落水者是丞相公子后，将他驱赶离开，冒领救命之恩。这段姻缘真相，
绝不能让他知道。不好，他又梦魇发癔症了。楚晨音，醒醒！楚晨音。 楚晨音，你到底是醒着，还是睡着了胡闹？下去，你这是在惹火。你先下来。楚晨音，睡着了就好。 爸爸，妈妈，原来是思念亲人。漠北之人常将阿妈唤为母亲，想来是他心底藏着故土与亲人的执念，夜夜难安。傅燕婷，昨晚我…… 楚晨音，你昨夜着实胡闹。我是不是昨晚做了什么出格的事儿？你想不想吃包子？包子？昨日我瞧见街头有家蟹黄包子店，你若是想吃，我去给你买。想吃。嫂嫂，刚才那个真的是我大哥吗？怎么了，三妹？嫂嫂，你不知道，我大哥性子桀骜不驯，连爹娘都管束不住，从来不会乖乖给人跑腿买吃食。今日这般迁就于人，当真是破天荒头一回。他这般不受管教，是如何坐稳大将军之位的？我大哥天赋异禀，对战机、埋伏、敌军战术一眼便能看穿，从无失手。12岁便征战沙场，一战斩杀上千敌军，是朝野皆知的少年战神。往日只当史书对傅燕婷的记载夸大其词，如今才知他的赫赫战功名副其实。前面那座山头就是目的地了，我们稍作休息，即刻上山探查经况。好的，小姐。就是这里，没错。看来他们今日上山，就是为了查验金矿开采牟利。三妹，我和你嫂嫂入洞探查，你在洞口值守放哨，一旦察觉异常，立刻放出信号通知我们。好的，大哥，你们务必小心，照顾好嫂嫂。你看，这里有金子。这块金子表面有精细打磨痕迹，并非天然碎金。什么意思？前方藏着的，或许不是普通金矿，而是什么？一座前朝遗留的隐秘金库。
这现成的金矿真是天赐良机。我曾听父母提起，前朝灭国前夕，皇帝耗费整整1年时间，将整座国库尽数隐匿于深山之中，不肯留分毫资财留给敌军。万丞相派人探查此地，定然是查到了这段密讯。这才是真正的国库，父万两家毕生积蓄都远不及此。幸好抢先一步抵达，若是让万丞相得这座金库，让他招兵买马，我们到时候就麻烦了。你的空间能否装下这么多黄金？但可一试。能装便尽数搬走。乱世之中，给平人留后路，便是给自己断生路。第3层空间的容量远超我的想象，装完了还有好多。你到底是何方神圣？哼，你当我是下凡的大罗神仙便是。那以后我叫你仙姑。大可不必。三妹，大哥，嫂嫂，不好，是剧毒银环蛇。看我已经处理了，下山找个大夫便是。蛇毒凶险，再耽搁性命难保，立刻下山。现在下山为时已晚，毒素扩散极快，我会医术，但需单独医治。你帮三妹清理一下伤口，我去取解毒药剂。稍后帮他松开绑绳片刻，再重新绑紧，持续抑制毒素扩散。我再为他挂2组补液，稳住体征，暂无性命之忧。此处可治百病。升级加速条件：1. 感知宿主与恋人亲密脸红心跳，触发加速；2. 囤购计量黄金物资，触发加速；3. 完成系统指定任务，触发加速。刚刚明明是20天，怎么突然变成10天了？难道和傅彦州亲密真会增加进度？陆晨一，方才我傅彦庭，糟了，果然不能招惹禁欲多年的大将军，一旦动情，根本无人能招架。检测宿主亲密羁绊加持，第7层空间升级完成。这是什么地方？
场空间，终于可以大批量养殖牛马羊群。天灾乱世，畜牧资源就是顶级保命资本。空间系统真是藏满惊喜，不知第8层会是什么秘境。空间停留时限到了，我们立刻离开。大少爷，全员昏迷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小人不知，方才毫无异常，忽然全员昏厥。不好，有人抢先一步进了金矿。风狼别急，金矿储量极大，短短片刻，他们运不走多少。我们先进洞查看。这洞里全是泥雾，早知道这般狼狈，我就不来了。金子呢？所有黄金怎么全都不见了？大少爷，昨日我们离去时，金矿满满当当，小人实在不知为何凭空消失。完了，万家最后的生路彻底没了。不是说有数不尽的黄金，怎么空空如也？是不是我们找错地方了？没有找错，昨日我亲眼所见，满洞黄金。是方才迷晕我们的贼人，是他们盗走了所有黄金。大少爷，快派人追击！到底是何方神圣，竟能悄无声息翻空整座金矿？金子没了，我们也没有银子花了，往后要怎么活呀？你给我闭嘴！滚！嫂子放心，我皮糙肉厚，这点折伤不算什么。从前随军埋伏，比这凶险的伤势多不胜雨。傅家人皆是坚韧风骨，傅衍庭一身铮铮铁骨，当真来之不易。怎么，还想留下来陪万家公子用膳？我去牵马。三妹，小心伤口，别逞强。嫂嫂放心，无碍。大哥，山洞里真的有金矿吗？我们是不是白跑一趟？洞内空空如也，并无黄金。唉，原来是空的，真是扫兴。大哥，你嘴唇怎么破皮了？上山前明明完好无损。对啊，大哥，怎么受伤的？方才自己不小心咬破的。修整完毕，即刻动身。下一站，幽州。幽州坐拥大片草原牧场，盛产战马牛羊，正是牧场空间的绝佳适配地。距离天灾彻底爆发仅剩3日。我决定了，我和娘已经把白家宅子卖了，拿着银子，准备跟着夫人你们一起去。仅剩6个时辰，
都城火海倾覆，王朝覆灭，正式开启。里面怎么关灯了？这一带山林常年闹马匪，村民受惊惯了，见生人便会隐匿躲避。屋内之人莫慌，我等只是过路商贩，只求问路，并无恶意。既然没人应答，那我们便把这只小羊羔带走了。不要拿走我的小羊羔！小家伙，我们只是问路，不会抢你的羊。你可知幽州城该怎么走？往西穿过大草原，绕过2座山，便是幽州城。横穿草原需2日路程，正好在此休整，顺便更换马匹。我去生火做饭吧。好。你爹娘呢？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在家？爹娘出门放羊，被马贼抓走了。家里的牛羊马匹也全都被抢走了。这一带刚遭马贼洗劫，草场被踏平，这群马贼穷凶极恶，定然囤积了大量牛羊马匹。他们劫掠一空，大概率不会折返，但难保会折返巡查。与其被动等候，不如主动出击，直接端了他们的老巢，把所有牲畜尽数收走。甚好，这群马贼作恶多端，残害百姓，本就该铲除。今夜天黑，我们便动手。臣因身子弱，多吃点，补补气血。多谢娘。世人皆道傅大将军杀伐狠绝，却不知他心底柔软，最是心善。距离天火降临，乱世开启，仅剩3个时辰，马贼心神慌乱，正是我们动手的最佳之机。娘，今夜星辰格外怪异，月色旁的亮星大得翻场，的确和往日不同，透着几分诡异。爹娘，我们去前方山头巡查一番，防备野狼偷袭。小两口想单独走走，你别煞风景。行行，快去快回，注意安全。你可以放开我了。草原多冷，跟紧我，别乱跑。方才那小娘们姿色绝佳，比昨日的货色好多了。一个生过孩子，一个黄花闺女，今晚好好快活快活。别看，这女人身子太弱，不经折腾就断气儿了。你们谁要谁捡走，没人要就直接炖了。燕婷，带迷烟了吗？对付这群恶徒，无需旁门左道。幸好牧场空间及时升级，有草有水，恒温宜居，数百牲畜尽数安置，瞬间扳活整片空间。原本空旷的草原牧场瞬间生机勃勃，遍地牛羊骏马奔走，灵气十足。
有贼！有人闯寨偷东西！身为匪贼，反倒喊人抓贼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。快进空间避险！这人太强了，根本打不过。慌什么？全员上前！来了，天火浩劫如期而至，大庸国乱世彻底开启。是副大将军。出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倒是你，满身是血，有没有受伤？贼人太多，不知别处有伤没有，胸口却隐隐作痛。方才大可进空间避险，何必硬碰硬？上逆者，皆该死！我让你脱上衣，不是全脱。听你的，脱衣服疗伤。你这孩子越发胆大妄为，竟敢独自剿灭整山马匪！你逞凶斗狠，不顾自身也就罢了，若是陈英出事，你该如何交代？娘您放心，燕婷一直护着我，我一点事儿都没有。娘，我知道错了。爹，大事不好！天降火石坠落都城，此刻整座都城已然陷入一片火海。皇宫受损严重，皇帝龙已被炸，我们是否即刻返城驰援？无需返程，都城已成焦土，回去只会深陷险境。如今最要紧的是赶往漠北，安稳避险。所言极是，天灾过后灾民四起，无王法管束，我们必须在灾民扩散前离开幽州，即刻连夜赶路。全员清醒不莽撞，简直是神级队友。一群废物，追杀多日找不到富家余孽，朕绝不甘心！皇上，天火降灾，都城倾覆，眼下保命要紧，恩怨暂且搁置。陛下，火石再度坠落，宫外天坑炸裂，大火蔓延全城，挡不住了。来人，护驾！快护驾！天要亡我大庸，天要亡我！天火一夕颠覆王朝，大庸国分崩离析，各州知府割据称王，末代帝王彻底沦为弃子，再无翻身可能。这里可以，虽然简陋，却足够遮风避雨。天火过后便是百年大旱，日后最稀缺的便是水源，必须尽快囤水，
升级空间，解锁水系秘境，方能安稳度过末世浩劫。这可是末世最强底牌，粮草物资无限供应，以后都不用愁了。每天都能随时自动补货，真是太棒了。小时候总盼着有一间自己的超市，不用缺钱拘谨，想吃什么玩什么都随心所欲。如今不仅实现，还拥有无限补货的空间。早知道能无限补货，当初就把空间超市开得更大些了。接着，你上次喝过的。我们等会儿还需要去城里再买些东西吗？等安顿好之后再进城。天灾过后便是大旱，水源远比囤货更重要。传闻亲吻能加速第8层空间升级，这里面会不会藏着救命的灵泉？你怎么了？我没事。你别担心，有我在，这一路上不会再有事。我真的没事，只不过你的伤好点没有？你若是想看直说便是，对于自家媳妇儿，我并不吝啬。傅大将军还真会骗人，伤明明好了，却还说痛。楚姑娘，我只说了痛，又没有说伤没好，哪里骗你了？陈云，你先吃着，多谢娘。古代盐价昂贵，如今空间无限补货，再也无需节省。末世如厕、赶路洗漱全靠这些好物，刚需物资必须囤足。啊，还有56天，太久了，旱灾根本等不及。居然还有这般逆天功效！天灾过后，干旱速度远超常理，不出1月河道必将干涸。灵泉是熬过末世的关键，必须提前解锁。你还没睡？鬼鬼祟祟，在干什么？我刚才进空间拿了一些东西出来。这是啥？你尝尝，和上次的可乐一样，是甜的。完了，忘了这人是腹黑将军，根本不会失态大闹。那个，我罢了，下不为例。是下不为例。这个是什么？也是漱口用的。完蛋，拿口香糖时不小心加载了，这要怎么解释？实话实说，别想再骗我。这个叫避孕套，字面意思可避孕防疾病，和古代羊肠用途相似，但是材质更干净贴合。成婚多日，从未深思此事，此刻心头大乱，心绪难平。傅燕婷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。叮咚，第8层空间升级倒计时更新，剩余30天。
减少了26天。原来傅衍庭心动羞涩就能加速空间升级。傅大将军，你等等！怎么了？东西还我！你一个闺阁女子，要这个东西干什么？你忘了，我们早已成婚，这东西本就是夫妻该用的。我是说，你不用故意挑衅我加速空间升级，方才的提示音我也听见了。既然你知晓，那便看看傅大将军的定力如何。傅大将军，你这定力不行啊！我不过是个放荡子，还需要什么定力？叮咚，第8层灵泉空间升级成功！升级成功了！这就是灵泉。有灵泉加持，牲畜、作物皆可快速生长，旱灾乱世，我们彻底无忧了。时辰不早，你先睡。侯爷，夫人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是有追兵追过来了？都城已成废墟，哪儿还有追兵？是河水。昨日岸边还有3、4米水域，如今快要彻底见底了。见底？一条大河怎么会干涸得如此之快？近来天灾频发，大庸国怕是要大乱了。娘，来福，快！趁着还有残存河水，全员抓紧存水。没错，快去叫老2、老3，全员去河边打水。干旱速度远超史书记载，幸好灵泉空间及时解锁，否则此番绝境，我们根本无从立足。漠北避险的选择，终究是没错的。昨夜察觉水势异常，我已连夜将后院所有水缸蓄满，足够全家10日所用。有人在吗？行行好，烧点吃的吧。楚晨烟，这不是高高在上的楚夫人吗？怎么落得这般乞讨模样？好啊！原来你们躲在这里，我这就去禀报皇上，让他将你们傅家满门斩首。楚夫人，皇上如今自身难保，都城化为焦土，你倒是把他找来溜一溜。你这个贱人，贱婢生的孽种，不得好死！满口污秽，脏人耳目，这是报应。洗脚水啊，你以前最喜欢逼我喝的东西。你放心，我天天洗脚，不臭的。我怕你觉得味道不够重，特地拿毛侧的搅屎棍搅了搅，怎么样？合你胃口吗？楚晨音，你这个小贱人，跟你那卑贱的娘一样，就该被活活折磨死！一刀了结太过便宜他，我要让他亲身尝尝底层求生、任人欺凌的苦楚，体会我和原主曾经的万般煎熬。既然如此，楚夫人，那你就亲自去好好尝尝这份滋味。这是楚夫人。没错。
他上去！你快看看，你娶的根本就是个毒妇！众女竟敢欺凌嫡母，破我污秽之物！你们傅家忠烈将门，岂能容这恶毒女人坏家门？快把她赶出去！原来岳母大人偏爱粪水，早知道我该把路上的牛粪一并给你带来孝敬。傅将军，你怎么这么急着想吃牛粪？你这个混账东西！岳母不必激动，傅家如今落魄，唯独不缺你这口粪。大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也太恶心了！老大，你又胡闹什么？傅夫人，是我呀，楚家夫人。娘，这位岳母大人刚刚当众辱骂陈英是小贱人，孩儿只是帮她洗洗臭嘴。既然嘴这么脏，那就多洗洗，好好教教你什么是人话。大哥，再来点！敢骂我嫂嫂，找死！铲子给我，今天非得让他长长技术。是娘。难怪傅彦庭护妻成性，傅家上下皆是心软护短之人，这般佳人何其珍贵。陈英别怕，有我们在，再也没人能欺负你。我知道了，娘。走，不看这糟心的人，娘带你喝甜汤。青儿娘煮了绿豆沙。好。这个人，你想怎么处置？明日我们去幽州城补货，顺便送楚夫人去享一享我娘当年受过的福气。行，我让三妹简单给她冲一冲，别脏了我们的马车。如今水源金贵，不必浪费。今夜我们洗漱的洗脚水，尽数领给她便是。好。这是谁？你们几兄弟莫不是做了伤天害理之事？我们傅家再穷，也绝不做山匪歹事。爹，这是楚夫人，今日主动上门辱骂嫂嫂，挑衅我们傅家。知晓了，老大，明日把这碍眼的东西处理掉。知道了，爹。我也算是为你报仇了。将军，等等！老人家，这些羊羔、牛仔、鸡鸭苗怎么卖？姑娘，如今天下大乱，天灾频发，人人都在囤粮逃难，没人愿意养这些小东西，你当真要买？我确实全都要。我在这儿摆了一天，人人都劝我弃滩逃命，没人肯买。这一堆一共20两银子。银子给你，东西我全包了。姐姐，谢谢你。快跟着爷爷多囤粮食，存好清水。天灾将至，万事小心。
快快长大，多产蛋，多长肉。冬日极寒来临，便有充足物资御寒。等羊群壮大，收满羊毛羊绒，便能织毛衣、做毛毯，抵御末世极寒。若是能再购入一批绵羊、奶牛，便再无缺憾。幽州徐家堡饲养大量绵羊与奶牛，乃是幽州最大牧场。要不要去看看？好，我们即刻前往。徐堡主阴险狡诈，手段残忍，作恶多端，是幽州一方恶霸。决意拿下徐家堡牧场，尽数屯为己用。我从未见过如此残忍暴虐之人。别怕，有我在，他伤不了你分毫。你与他交情颇深。疯子向来畏惧比他更疯的人。2年前他残害我手下小将，我持刀上门，险些打掉他4颗牙齿。自此他见我便绕道而行。站住！何人擅闯徐家堡？我们是梦如县来的商贩，听闻徐堡主牧场丰盛，特来购置牛羊。二位，请进。你们要来买牛羊？正是。一个女人也敢插嘴，滚一边去！内子做主家事，我家一切事宜皆由他决断。堂堂男子汉被女人拿捏，真是丢人现眼。被女人拿捏，也好过被旁人肆意拿捏。我徐家不缺银两，只缺放羊人手。想买牛羊，除了付银，再送3、4个年轻小伙过来，否则概不出售。仗势作恶，肆意害人，不肯好好做生意，无妨。我迟早将你整座牧场所有积蓄尽数搬空，让你一无所有。还要继续谈吗？罢了，徐堡主无心做生意，我们不买便是。这笔交易作罢。果然事事听女人做主，真是没出息。内子做主是我夫妻恩爱，情分和睦。堡主若是羡慕，大可早日娶妻安家。来人，送客。等等，二位远道而来，何必匆匆离去？不如在堡中留宿几日，慢慢思量交易之事。相公，连日赶路疲惫，难得堡主盛情，我们便留宿歇息片刻吧。都听娘子的。好，我必定好生款待二位。无端殷勤，必定藏着歹意。既然你主动留我们，那正好，借此机会摸清徐家堡底细，来日尽数搬空你的牧场积蓄。他突然假意和善挽留，到底是何用意？你做什么？我带你去看看他
藏在徐家堡深处的秘密。你们守在门口盯紧些，千万别让那2个人踏出房门半步。堡主，您特意将这2个富商留下，到底是为何？留下自然是大有用处。莫非堡主，您看中了那位姑娘？什么姑娘？我看中的是那个男人。那小子虽不算白内，但身材魁梧，看着就生猛，合我心意。到底是相公魅力太大，还是我们实在太过倒霉？这般装扮都能被盯上，他果然早有歹心。让他们安稳住一晚，明晚把迷药送进客房，等2人晕过去，把那女的剐了，男的给我送过来。堡主，他们终归是外地富商，这般手段未免太狠。如今天下大乱，别说区富商，就算是皇亲国戚落到我徐家堡，也是任我拿捏。既然听清了缘由，接下来你想如何处置？来都来了，岂能空手而归？这般盛情款待，我们自然要好好报答。搬空他的家底，才算不负他的歹意。剐杀之后直接烹煮，明日端来，让那男人好好享用。是，属下遵命。此处是万亩牧场，西羊、东马、南牛，门口有恶犬看守。正北是粮筐，分口粮、牲畜饲料2处。东侧宅院是藏宝库房，常年3、4人把守。数年前我曾来此救人，早已将整座堡内布局、守备摸得一清二楚。训练再严的恶犬，也抵不住从未吃过的鲜香诱惑。足足2000多头绵羊，此前的马贼窝家底，在这儿根本不值一提。你空间牧场规模有限，这般多羊群，能否容纳？放心，即便再多几10倍，我的空间也尽数装得下。如今天灾降临，大旱将至，日后土地沙化，牲畜锐减，1头牛羊便可价值1000金。这批家底足以支撑侯府安稳度过极旱极寒。这里共计15000匹战马，数目精准无误，
15000匹战马，正好可助傅家东山再起。你们重组军队，至少需要3万战马。这匹马匹好好繁育，数月之后便可翻倍，必定能派上大用场。恶人家底，尽数没收，颗粒不留。这般超前的珠宝工艺，根本不属于这个时代。徐堡主的收藏癖好实在离谱。这些皆是他劫掠出海商贩所得，世人不喜的花哨样式，偏偏被他视若珍宝，私藏多年。全部搬走，一件不留。他心思歹毒，意图烹杀我2人，我便搬空他所有家地，让他一无所有。别家囤金银，他偏偏囤满铜钱，属实另类，那就一并收下。单这一尊，足足50两黄金，价值不菲。放心饮用，无任何问题。深夜正好提神。楚姑娘，没想到你偏爱喝洗碗水，日后若是喜欢，我让青二娘特意为你留存。系统提示：主线任务已触发。检测到宿主海量囤货，第9层空间开启升级倒计时，剩余100天，升级完成。第9层空间，我原以为8层已是极限，竟还有全新层次。你这随身仙境，果然无穷无尽。处处藏镜，这系统怕不是个贪玩的少女，总爱卖关子，还总爱盯着我和傅炎炎的互动触发任务，如今又搞神秘。检测到宿主囤积黄金达标，升级条件超额完成，第9层空间升级倒计时刷新，剩余30天。原来囤黄金是关键升级条件，多亏徐堡主这些丑金雕像，比起亲密互动任务，这升级方式实在简单太多。堡主，马场的马出事儿了！慌什么？慢慢说。马场所有的马全部不见了，一匹不剩。你胡说什么？那是1万多匹战马，怎么可能一夜消失？堡主，属下不敢欺瞒，您快去牧场亲眼查看。
这无任何偷盗痕迹，定是天谴将士。1万多匹马，上千牛羊凭空消失，绝非人力而为。我的马，我的牛，我的羊，到底是谁干的？堡主，我们一早过来便是这般模样。昨夜除了几声狗吠，再无半点异常动静。一群废物，连几头牲畜都看不住，留你们何用？堡主息怒，昨夜恶犬全城值守，并未抓到任何人，属实无人闯入。这群废狗毫无用处，全部宰了，炖成狗肉汤。这人上辈子怕真是个厨子，害人烹人，害狗烹狗。相公，好戏看完，我们走吧。徐堡主，你牧场牲畜尽数没了，怕是没货物卖给我们了。那我们便先行告辞了。谁说我没货？我立刻派人外购，定然有货卖给你们。堡主，大事不好！粮仓、藏宝库房全部空空如也，粮食、铜钱、金银珠宝一件不剩。我存满铜钱的库房也空了。这是乡下带来的肉肠，味道极佳，拿去给你家堡主尝尝鲜。傅大将军，你说他没了万贯家底，万亩牲畜，如今该如何自处？你想他如何，他便会如何。那便让他尝尝自己最擅长的烹煮之苦。是哪两个富商？一定是他们！我徐家堡10余年从未失窃，他们住一夜便尽数搬空，是他们！我还收了邻国何将军3000贯定金，许诺8000匹战马交货。如今马财两空，得罪军阀，我死定了！下令追杀2人！